在现在人的眼里，可能都比较喜欢瘦。如果你发现自己身上的赘肉越来越多，那就看看是不是早上空腹吃了这3种食物吧。第一种，甜食。甜食是女性的最爱，很多人呢喜欢早上空腹吃一些甜食，但是甜食中的糖分很高，不仅会造成血糖升高，也会使身体越来越胖。第二种，方便面。很多人早上来不及吃早餐，所以呢喜欢吃一些方便面。虽然方便面很方便，但是呢方便面还有很多的脂肪，如果经常早上吃，很容易让体内堆积脂肪，赘肉也会越来越多。第三种，油炸食物。油炸食物是非常美味的，很多人喜欢早上吃一些油条、炸鸡等食物。但是这类食物含有很高的热量和脂肪，经常吃的话也会导致身体肥胖。所以大家在吃早餐的时候要合理饮食，荤素搭配，平时再多加锻炼，配合喝点冬瓜荷叶茶，相信你也会很快瘦下来。很多人坐的时间长了，会感觉脖子僵硬、头昏脑胀的，其实这可能是颈椎淤堵了。如果颈椎长时间淤堵，会给身体造成很多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想办法打通淤堵。那木子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能够保护颈椎健康哦。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和肩同宽，双手叉腰，然后头先向前低，再向后，然后向左，再向右。要感觉颈部有酸胀感，这样前后左右来回的做5分钟。做的时候幅度尽量的大一些，这样活动颈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打通经络，对颈椎健康有很大帮助哦。那像经常久坐的人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预防颈椎问题。很多小伙伴总是抱怨，为啥我总是瘦不下去？其实呢，身体发胖很有可能是经络不通了。像你总是坐着不动，经络就可能会堵塞。所以呢，想要瘦下去，那么就要先疏通经络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让你体重悄悄降下去。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与肩同宽，然后身体慢慢的向前弯曲，尽量的用双手去摸地面，双腿要保持伸直，这样坚持10秒，起身再做。每天做5分钟就行，因为我们2条腿内侧有膀胱经，那这样拉伸能够拉通膀胱经，膀胱经通了，湿气和毒素也能够排出体外，对燃脂瘦身有帮助。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坚持做一做这个小动作吧，希望对你。口臭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，很多人认为口臭是肠胃不好引起的，其实呢不一定，除了肠胃问题，还要警惕3种情况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第一个，口腔疾病，很多人不注意口腔卫生，出现口腔疾病，比如牙周炎、龋齿，就可能会出现口臭情况。第二个，压力过大，很多人呢承受着生活和工作的巨大压力，这也是引起口臭的一种因素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第3个，肺部问题，如果肺部出现问题，那么气体在经过肺部后可能会被污染，也可能会出现异味，这也是引起口臭的一种因素。立冬过后，天气也越来越冷了，而冷空气的到来很容易给肺部造成伤害，所以冬天养肺很重要，可以做好下面2件事哦。第一件事，多喝热水，因为冬天比较冷，还比较干燥，所以多喝热水可以帮助滋润肺部，对肺部健康有帮助。第2件事，坚持锻炼。冬天冷了，很多人对锻炼就懈怠了，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坚持锻炼，因为锻炼能够提高肺部的功能，有健肺的作用。除了做好上面这2件事外，还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银耳，银耳含有多种维生素、多糖以及碳水化合物，有滋阴润肺、止咳平喘的作用。梨含有的水分很多，同时还富含膳食纤维、糖类以及多种微量元素。那不管生吃还是炖煮，都有很好的清热解毒、润肺止咳的效果哦。蛋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吃到的，大家都知道鸡蛋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和人体所需的矿物质。如果能每天吃1个鸡蛋的话，对身体是有很大好处的。可以缓解视力疲劳，提高记忆力，还能够增强骨质密度，给身体补充能量。那虽然说吃鸡蛋对身体好，但是有3种鸡蛋最好不要吃。过期的蛋，过期的鸡蛋营养会下降，而且还有可能变质，不利于身体健康，尽量不要吃。毛鸡蛋，毛鸡蛋中含有很多细菌，如果你加热的不彻底，很可能会引起腹泻，对健康也不利。生鸡蛋，
有人啊喜欢吃半生不熟的鸡蛋，这样的鸡蛋不仅吸收率低，还可能存在细菌，所以呀也不要吃。人的状态就是啊，能坐着就不站着，能躺着就不坐着，这样时间长了，肚子越来越大，腰也越来越粗。那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就是每天饭后靠墙站立，可以找一面墙，然后让自己的头、肩胛骨、臀部、脚后跟都紧贴在墙上。注意要收腹提臀，要感觉全身都在用力，这样坚持10分钟。这样靠墙站立可以锻炼到肌肉，帮助消耗热量，不仅可以瘦腰瘦肚子，还能够让身体变得更挺拔。那大家刚开始啊可能会感觉到累，不过呢，想要达到瘦身的效果，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住才行哦。免疫力是我们人体最好的保护伞，免疫力强，身体也会少生病。但生活中很多人免疫力低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除了多运动，还可以常吃3种食物哦。第一种，富含叶酸的食物。生活中我们吃的，比如菠菜、胡萝卜、小白菜等，都含有丰富的叶酸。叶酸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，那经常吃能帮助激活免疫力，对健康有帮助。第二种，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。很多新鲜的蔬菜水果中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。比如西兰花、橙子、苹果、草莓等等，那多吃这类食物也能够帮助稳固免疫力。第三种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。多吃含蛋白质的食物对提高免疫力、改善体弱多病体质是有帮助的。像我们经常吃的豆类或者是肉类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哦。话说，免疫力是人体最好的医生，如果免疫力低，身体就容易生病。所以呀，保护好人体免疫力很重要。但我们生活中呢，有一些习惯在无形中却破坏了免疫力。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。第一个，不喜欢喝水。我们身体里一大部分都是水，如果水分占比低的话，那么免疫力也会降低，所以不喜欢喝水容易降低免疫力。第二个，缺乏运动。运动能增强免疫力，大家都知道，但如果长时间缺乏运动，身体呢也会生锈，抵抗力也会下降。第三个，睡眠不足。睡眠是身体免疫力的最佳修复时间，如果睡眠不足，错过修复时间，就可能会使免疫力下降。那免疫力低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就是做踮脚的动作。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抬起脚后跟，然后再落下，这样每天做10分钟。这样踮脚能够促进下肢的血液回流，加快血液循环，有增强体质、提高免疫力的。俗话说呀，男人干净就强壮，女人干净就漂亮。所以呢，平时养肝是必不可少的。大家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哦。那吃什么好呢？下面木子就给大家推荐2种吧。第一种，菠菜。菠菜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，那经常吃可以促进肝气循环，舒缓肝郁，还能够帮助保护视力，建议大家可以做成菠菜汤哦。第二种，西红柿。西红柿中含有丰富的果糖、葡萄糖以及维生素，有助肝脏解毒，对保护肝脏有很好的作用，所以爱吃西红柿的人，肝脏也会感激你哦。那想要肝脏好呀，还要有规律的作息，不熬夜，心态好一点，比啥都雄激素旺盛，大多有3个表现，若你都有，阳刚之气足。1. 手脚温暖。很多男性会发现自己的手脚温度比较高，即使冬天很冷，手脚也总是温暖的。其实这是体内雄激素旺盛的一种表现，若你也是，那就恭喜了。2. 体毛旺盛。男性朋友如果雄激素分泌旺盛的话，那么身体的体毛就会长得比较旺盛，并且生长速度也会快一些。若你符合的话，说明阳刚之气充足哦。3. 精力充沛。有些男性总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，其实这可能和雄激素分泌有关。那一般雄激素旺盛的男性都是精力充沛，充满男人味的。如果你也是，说明雄激素很旺盛哦。大家都知道，前列腺问题呢，一直都是男人的难言之隐。尤其男人过了40岁，如果不注意保养的话，前列腺呢就很容易出问题。特别是那些久坐不动的人。其实呢，想要前列腺健康，坐姿也是很重要的。那什么样的坐姿比较健康呢？建议男性朋友坐的时候，最好把重心放在左右臀部，这样左右来回的坐。如果能长期坚持这样做的话，
可以避免前列腺受到压迫，对前列腺健康是有帮助的。那最后建议大家不要长期久坐不动，适当的活动，平时工作的时候呢，多喝些水，这些都对前列腺健康有帮助哦。得啦，今天就叭叭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下期见吧，拜拜。